这个东西难练，因为什么？因为我们都习惯使用推力。我讲过有两种力，一个是引力，引力是在前面的啊，一个是推力，推力是从后面发力去推前面。火车头在前面是引力，它拖着一节车厢；有的火车头在后面，是不是？它在推，这个是推力。我们大部分的习惯都是用，不管是谁教的或者没教的，我们习惯用什么？用肩力、用腰力、用臀力，都是用后面的力去推前面。我们大部分是什么？是这个。为什么？因为推力用的是大关节、大肌肉，比较好用，比较好用。它是一般我们用力量的本能，它是本能。所以你看，几乎所有的练身体、练力量的，它的大关节、大肌肉都练得很强。表示什么？表示他用的就是推力。所以所有的，你看拳击也跟你讲嘛，什么包括太极拳都跟你讲，什么发自于脚啊，发自于腿啊，从后面。那他真的是那个意思吗？他真的意思是什么？啊，所以我们大部分的人惯用的都是推力。啊，推力最好用，最有效。啊，像专制性的就是推力。我叫小朋友，赶快去念书，念10遍；写字写100遍，这是推力。这是推力。你如果说，哎，你去写字写50遍。啊，现在小孩子我不晓得，可以看动画30分钟。哎，这是引力，他不一定喜欢写字，可是有一个东西吸引他去写了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引力的反抗性小，推力很好用，很直接，反抗性大。所有专制的行为都是推力。会用引力的很少。引力用的是什么？引力用的是小肌肉、小关节。它是从前面来导引。大自然所有东西的生长都是用的引力。都是引力，不会用推力。太阳是植物生长的引力之一嘛，是不是这样子？去找太阳，水源地底下的水是引力之一，是根须的，是根的引力，不管多深，根会去找。所有的生长，我们在生长过程当中，我们人的生长也都是引力多，只是后面开始被强迫做什么的时候，那个时候推力出来了。所以自然力都是引力，自然的力量都是引力，人为的力量都是推力。啊，在武术里面，90%以上的武术都是用推力，所以大肌肉都要很强。那弱者怎么办？我的肌肉本来就没有你强啊。像女生跟男生比，
天生的骨头就没有那么粗啊，肌肉就没有男生发达啊，怎么办？还有另一种力量啊，叫做引力啊。引力可以做的事情比推力多，推力只能做一件事，就是当我推出来的时候，我的目标是什么？只有那个。引力出来就不一样了，引力的方向可以变化。比方讲，树林里面藤子的缠绕，树的生长没有一定的方向。你看每一棵树都不是一样的方向的。所以引力是需要什么？引力是需要我们人要从推力回到引力。第一个，你要有这个认知。第二个，你需要有耐心的体会，有耐心的体会，有耐心的练，有耐心的练习。要刻意放弃掉以前使用的推力。可是肌肉越强的人越舍不得放，因为已经用得很习惯了。可是中国武术走到后面，走到像八卦拳、太极拳这种东西的时候，他用的绝对是用引力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他讲以柔克刚？为什么柔可以克刚？为什么讲4两拨千斤？很多人不相信嘛，因为他为什么不相信？因为他用的是推力的观念。如果大家都用推力，我怎么可能以柔克刚嘛？怎么可能4两的推力怎么能够破1000斤的推力？所以是不合理的。可是我4两的引力就可以破1000斤的推力，听不懂？所以你们练这个东西啊，不要急，不要快，你要由慢的当中去慢慢什么？去慢慢释放掉你以前的用推力的习惯，用大肌肉的习惯。不要在形象上面去追求，不要在应用上面去伤脑筋。不要，你要做的就是在这个练习当中，我要去找什么？第一个，你要去找手指尖的感觉，你要去找手指尖，你的手指尖能不能往前面推出去？就算推一点点都可以。后面通通松掉，你就是手指尖这一点往前面推一点点，延伸一点点。你要用手指尖练习这个，第一个，我看你们现在大部分的人在使用的时候，你们的手指尖是没有感觉的，也就是说，你们大部分的人感觉不到你的手指尖。所以第一个，你要感觉到你的手指尖。我师父他们平常在家里，他在做的时候啊，他坐着跟我们聊天，或者他自己坐着，他们都是手往桌上一放，就是这样放的，就这样放的，就是手指尖接触到桌面的，他们就是手指尖。没有手臂，没有手腕，就是手指尖，就是手指尖。他们一放就是这样放，这是平常的练习，去感觉手指尖，而且去感觉慢慢你的手指尖可以往桌子底下延伸。这是平常的练习，你平常在自己的身上也可以练习这种手指尖的
延伸，这是第一个。所以你先要做到什么？你先要做到你自己平常练习要做到，我可以从手指尖的延伸而带出来我的手指关节、我的手腕关节、我的手肘关节、我的肩关节，我带出来，由手指尖带出来这条线。你们看，当你是用手指尖带出来这条手臂的时候，每一个关节一定在正位，每一个关节都是松的，而且是开的，在正位。你一用力，你的手指一用力，关节的位置就变了，就跑掉了。你一用力，任何地方、任何关节一用力，它就不在正位上，它就不是被一条线带的。任何一个一用力，肘关节一用力，肩关节一用力，听不懂？所以你要用从手指尖带出一条线，你先带出一个直线来，带出一个直线来，你的后面的关节，你看你一条手臂它就是直的，一条手臂就是直的，啊，先做到这个，你会感觉到从手指尖的一条线穿过指关节，穿过透过腕关节，透过肘关节，透过肩关节，先到肩就好了，让肩关节开到这边就好了，先带出这个。所以手指带出来一条线，第一个你先要带出来一条直线，贯通手臂的直线，然后才可以在这个直线的基础上面带领出一条曲线。当我要走一个曲线的时候，我刚让你们练旋腕的时候，当我带一个曲线，我要从这个地方变成这个的时候，它走的必须是一个曲线，而不是这样子，不是这样子。大部分的人在做这个动作的时候，他变成用什么？用手腕了，所以带出一个，你看手掌变成一个什么？变成一个面的力量了，听不懂？可是你用手指尖带的时候呢，它是一个什么？它是一个延伸。你看，继续延伸，每一个关节往前面延伸，带出来的一个曲线的弯曲。所以曲线的伸展度大于直线的伸展度。可是你如果是这个样子的话，你如果直线出来了，你如果是这个样子的时候，你那条直线松掉了，你那条直线就松掉了。因为当我要做一个曲线的时候，是这条直线继续往前面，你看每一个关节继续往前延伸出去，所以它更紧，它把我的人往那边带。这是做出一个在这个直线的基础上面做出一个更紧的曲线。当我这个是直线，我从手肘来做曲线，我从手肘来做曲线的时候，不是弯曲手肘，不是这个样子，这样子你这条直线就松掉了。我是在这个直线上面弯曲手肘，让这个直线更紧，你看更紧，它把我的肩更往外拉。这样的曲线，而不是这个，然后才可以在曲线的基础上面去做螺旋线，螺旋线更紧。所以八卦拳很难练，就是什么？它走的是这种的螺旋线。比曲线还要紧的，张力还要大的螺旋线，听不懂？